前2天我心情不好，所以说话重了些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少父亲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是奴才，什么话都得听。只不过有些不该记住的，就是左耳进右耳出，这是做奴才的最起码的规矩。怎么了？不喝？怕我下毒？奴才不是怕少福晋下毒，奴才是怕少福晋把奴才灌醉了，好套奴才的话。长生，你可真机灵。没错，我是想知道王爷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，因为这不单是他的事，更牵扯到我。哦，少福晋，恕奴才不能说，这是我跟施大人之间的约定。好，既然话都说破了，我再追问就显得我小气了。我不问了，来，喝酒。来，倒酒。扎不开。藏宝，你不是白羊，真正的白师爷在哪里？好眼力，藏宝。那个将军府里的神秘客人就是你了，何长生，就是被你带到将军府的吧？哼，上大堂，我自会告诉你。既然大家早晚要见面，干嘛不先转个身，打个招呼呢？好啊。荣大人，哦，你这时候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刚从宫里出来，遇到了步军营的巡防，他们说是从将军府回来，说扎布泰家里失火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，想去看看，正好途经此地。将军府失火，火势如何？可有伤亡？啊，大人不知道吗？我看府衙里灯火通明，我还以为大人正为此事而忙碌呢。啊，我们正在等待飞刀杀手的大驾光临呢。青衣啊，你确认那个人是藏宝吗？没错，我亲眼看到他从扎布泰府里出来。虽然夜色太黑，我看不清楚他的长相，不过通过他的制刀手法，我可以断定这个人就是藏宝。
穿上吧，杜康一会儿来，别让他看见了。哎，大人，他自己也承认是从将军府出来的，可惜等他逃了以后，我才发现他是故意的把我引到了三岔口，可见他对这个地方的地形是十分的了解。大人，扎布泰跟藏宝必有牵连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藏宝在将军府失火的时候离开，这场火该不会是和他有关系吧？如果失火的地方恰巧是藏宝在扎布泰府的住处的话，很有可能是杀人灭口啊！哎呀，扎布泰想杀藏宝，他们俩是种什么关系呢？藏宝是龙骑的儿子，龙骑和扎布泰交情不错呀。好，我去查查。有劳大人。关爷，这边。让一让一下。走个日吧，就这儿。何长生，我去回禀大人。将军府的管家说，是下人不小心捣了灯火，引起了火苗，客房并未住人，只是些财产损失，所以就没报案。客房并未住人，将军府的管家是这么说的。好，杜康，在。为了缉拿藏宝，东西南北四路厅里的不道同行统一由青衣调派，其他两县的巡检由你调派，一定要拿到藏宝。是。大人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听众，大人好好的在这坐着呢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不是说大人，我是说漂在河里的那具浮尸。大人，死者是何长生。是谁？何长生。怎么死的？仵作还在勘验，我急着回来给大人报信的。不过死在河里，应该是被淹死的。错了，还是错了，是我的错。大人，我们先回府了。看不出有任何的他杀迹象啊！我和何长生约定时啊，就担心他若沉不住气，在兰若格格的袒护下找奶娘或者找王爷挑衅，就会坏事儿。大人，你是真心想给他母亲伸冤啊？还是错了呀！知道王爷的秘密，就等于给人杀人灭口的动机。灭口？你是说奶娘？这条河流通往哪些地方啊？好。施大人想必是为长生而来，不知长生死因是否查出？回福晋
据仵作勘验，何长生是死前落水，因无外伤，所以不能断定是失足落水还是被人推入水中。哦，那施大人来是？经仵作勘验，何长生的府中尚有未消化的酒菜，而王府总管证实，昨晚何长生并未外出，那他定是在府中与人饮酒。本府是想知道，昨夜是哪位与何长生对饮啊？哦，大家听好了，施大人问话，昨晚是谁和长生喝过酒？说。施大人，你看，没人作答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撒谎。你要不要把他们都带到顺天府去，一一问话？下官不敢。若福晋不介意，下官可否任意询问府中之人啊？当然。你们都听到了，施大人问话，问什么就答什么，谁不老实，就任由顺天府带去。是。请问奶娘，昨晚你和谁在一起啊？昨晚奶娘一直在我房里伺候。是，昨天我怕下雨，附近犯风湿，所以一直伺候着。果然后半夜就下了雨。不错，雨不停，我就一直让奶娘在外间歇着，所以她可说一夜都跟我在一起。确实这样，直到今天早上，我到厨房去给福晋取早点，才离开。少福晋昨晚可有人陪伴呀？回大人的话，哥哥晚饭前就觉得不舒服，早早就歇下了。素林姑娘，素林姑娘，啊，昨晚你和谁在一起？啊，我和尔琪。王爷在看折子，我在一旁伺候。之后，大人，您料的果然没错，府内的水道和外面的河道相通，昨夜大雨，水涨了许多。如果在府内落水，顺着涨水飘到外头不成问题。还有大人，我觉得福晋跟奶娘肯定知道什么。你刚才问奶娘话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一个劲儿的在使眼色。你说哪有奴才跟主子使眼色的？这不摆明有鬼吗？可他们俩说的合情合理，毫无破绽啊！啊，所以呢，我又再次问了总管。总管怎么说？现在在班房候着呢，等大人问话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你是怎么对付他的？啊？我问你，长生是怎么死的？哎呦，老奴不知，不是老奴做的。老奴以为福晋知道什么，就顺着福晋的话回答施大人了。我以为是你。哎呦，不是老奴做的。那会是谁呢？启禀大人，小的在王府没有讲实话，越想越觉得不安，请大人原谅。总管，请起来说话，有什么但说无妨，本府不会怪罪于你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昨天晚上，小的看见长生往少福晋房里头去了，
我就站在廊檐下，想等长生出来。可是，等了许久，也没见有什么动静。眼看就要下大雨了，我怕淋湿了，就离开了。总管，你在廊檐下待了多久啊？约么有1个时辰吧。哦，1个时辰，个时间不短啊！你站得不累啊？实话回大人，小的就是好奇，想知道长生在少福晋房里头做些什么。这期间，王爷可回到少福晋的房间了？哦，王爷自从大婚以后就不曾回房住过。王爷一直在随心院苏玲那儿。给王爷请安。自打成亲起，王爷就没踏进过这房里。今天是什么事情让王爷大驾光临？你先出去。是。何长生的死，可与你有关？王爷为什么会觉得跟我有关呢？直觉。如果真是我，你可会护我？你为什么要杀长生？王爷，人是我带进王府的，我有什么动机杀他？正是因为不解，所以来问。哼，我想王爷，你是问错人了。在这个府里，有杀人动机的不是我，是谁？王爷心里应该清楚。站住！二七，我已经嫁给了你，我是你的福晋，就算是为了我自己，我都会护着你。你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。我死的好冤！我和我娘都是被奶娘害死的，是被奶娘害死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们母子是因为你跟尔琪才死，我死不瞑目。拿命来！拿命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苏玲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长生，长生，你做梦了？长生，他就在这儿，离我很近，不像是做梦。好了好了，别怕了啊，有我在呢。哎，你看你吓的，以后
我不准有人在你面前提那些不相干的事。儿妻，长生说是我娘害死他的。胡说，你这是做梦。长生死的那晚，我娘来过，她是看我们俩睡了才安心离去的，并不像父亲所说的那样，整晚都没有离开过。他们俩为什么要说谎？儿妻，苏玲，你认为是奶娘害了长生？不会，我娘怎么可能呢？额娘和奶娘可能真的对我们隐瞒了什么，没让我们知道。可是我们也没办法追问，只能承他们的情。承情？承什么情啊？啊，来，一个是你娘，一个是我娘。无论他们对我们隐瞒什么，肯定是为我们好，我们也只能承情，不是吗？儿妻，你是不是？我是说，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谣言，也不要自己多想，那全都是他们乱说的。不是不要相信，是不能相信。要是换做早些年，我肯定会追根究底。可是现在，我就要做父亲了，这是一种责任。我已经不能只想自己了。儿妻，你好像突然间变了一个样，像大人了。我能不长大吗？大人，咱就这样直接去问扎布泰，妥当吗？将军不比一般人大臣讲究，武官向来豪爽，直来直去的，反而好说话。咱问的可是他女儿的私德，他还能跟你好好说话？也是哈，要不咱们到了王府去问问少福晋？我想给扎布泰一次机会。将军，见过将军。哟，石世伦，最近咱们俩好像很有缘啊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石大人，刺杀皇上的歹徒找到没有？仍在稽查。哦，哎，我的那支箭可否还给我了？将军，你还得再等几天，那支箭还有点用途。石大人，你这回办案的速度可大不如从前了啊！有个奇怪的事儿啊，刺杀皇上是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那儿怎么会没有动静呢？哦，皇上有旨，秘密缉拿。哦，那你今天来也是要问我这件事情。哎，石大人，有什么话不要客气，不妨直说。好。日前府上的客房失火，可烧坏了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哟，这么小的事儿都惊动顺天府了？听说了，将军。那府上客房失火，客房里的客人一定受到惊吓了吧？没有客人，我府上多年都未留过客人。
将军，你不要激动，我就是随口一问啊。我也就是随口一答嘛。哎，管家在，多备些好酒好菜。施大人可是稀客呀，我今天要跟他好好的畅饮几杯，去吧。是将军。将军，将军的盛情可能要辜负了。哦。会闽郡王府的内院总管死了，此人呢，将军也熟识。我今天专为此事来请教的。郡王府的内院总管我还认识，谁呀？何长生。何长生？哦，你想问我点什么？施大人，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是什么意思？将军，你我交情不同，有话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。好，有话不妨直说。请将军实情相告，内院总管何长生和少福晋是何关系啊？哦，他们毫无关系。何长生被郡王府赶出以后，兰若碰到了他，兰若看他可怜，就把他领回了郡王府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将军啊，这等奴才让他重新回到账房当小厮，已经是偌大的恩情了，怎么可能一举把他提成内院总管一职啊？我曾经问过何长生是如何认识少福晋的，他说通过朋友介绍，而这位朋友就是将军府上的客人吧？我府上的客人？什么客人？何长生没有说他名姓。胡说八道！我府上多年未曾留过客人，他见鬼了不成？将军啊，何长生何时来府你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少福晋是如何将何长生带出府的。这样话呢，你问我，我这么回答，你信吗？施世伦，我是真不清楚啊。上回你问过我，我回到府里就问我管家，管家说没见过这个人，我就问兰若，兰若说路上碰到的。就这么点小事儿，连老福晋都不过问，我自然也没有多说。施世伦，若非你我多年的交情，你要这么问话，我肯定认为你是在故意找我麻烦。将军，少福晋和何长生的关系事关重大，必须理清才行啊。没有什么值得理清的，他俩就是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。何长生死前最后见到他的人正是少福晋，而我在王府询问众人时，少福晋居然没有表示啊。那兰若没有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王府总管于当天黄昏时分，曾看见何长生进入少福晋房间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发现何长生。据仵作勘验，何长生应该是在午夜时落水，但落水时并无挣扎的痕迹，说明落水时已无知觉。兰若是主子，何长生是奴才，主子叫奴才进房吩咐事情无可厚非，没什么不对的。施大人，你也太会联想了吧？将军，施世伦，既然兰若没有提起，那就毫无关联。施世伦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为了一个奴才，你抓住我不放。我再告诉你，兰若和那个何长生的死毫无关系。如果你想牵连，请把证据拿过来，否则你我多年的交情就此了结。松哥，切，我说人家不会跟你好好说话吧？本来还有顿酒喝的，这倒好，差不多是让人给轰出来了。扎不太有勇无谋，我拿话一激他，他定然沉不住气了。哎，这里就交给你了啊，日夜都守着。大人，我可是文武全才的高手啊，用我来盯梢，你太不识货了吧你？这把火，若是扎不太自己放的，定是要杀人灭口。可藏宝已经逃了出来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以藏宝的身手，能盯住他的舍你其谁？但记住了啊，千万盯住了，不能让人发觉。这是要办砸的话，我就说你
暗恋王府小丫头，啊，鬼鬼祟祟偷看人家，这要传出去，青衣怎么看你？啊！大人，你也太阴险了吧你！哟，三位爷，怎么着？吃点儿？就这儿吧。来，杜捕头，您请。三位爷吃点什么？3碗面，大碗的。哎，有汤也来3碗啊。好嘞。等等，老板，近几日可见一个右腿不方便的人，男的，30出头。没注意。只要看见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报来府衙登记一下啊。好，小子知道了。行，去吧。好嘞。哎，杜捕头，你说这柳姑娘为什么要吩咐把那些右腿不好的都带回衙门啊？我可是听说了，这4路厅的这些捕快可被柳姑娘折磨得够呛。柳姑娘说了，宁可错抓，不能错放。我听一个镇国公府的老弟说，他们那儿也在找一个右腿有毛病的人。镇国公，扎不太将军。杜捕头，这面还没好呢。哦，我回府衙，把这事儿告诉大人。藏宝和兰若格格曾有婚约。算起来是18年前的事了。龙旗向扎布泰提亲，扎布泰应允了。当时扎布泰的妻子患有重病，他说等他妻子好些了再通知亲友，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很少。后来扎布泰的大女儿入选秀女进宫，封了静嫔。藏宝却因素行不端，屡次被龙旗逐出府去。甭说扎布泰，就连龙旗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这件事情了。4年前，藏宝犯下死罪，1年后，龙旗过世。袭爵的大儿子索性把藏宝从族谱上除名，这桩婚事就等于是没有了。哎呀，通了，通了，全通了呀。藏宝逃到京城时，正是将军府和惠美郡王府议亲的敏感时刻。若藏宝曾与兰若格格有过婚约的事传出来，本来就不同意这门亲事的王爷一定会借这个理由堂皇拒绝，而扎布泰应该受到藏宝的胁迫，所以把藏宝留在府中。那藏宝为什么要行刺皇上？不是行刺，否则不会磨平剑矢嘛。对象不是皇上。婚宴当日，满朝重臣都前去祝贺，他随便选一个惊吓一下，就够我受罪的了。惊动圣驾非他所料，否则他不会不看结果就自己先走了吗？如此看来，藏宝对大人的怨恨当真是太深了。扎布泰烧了客房，想毁尸灭迹呀，但藏宝逃了出来，一定会对他不客气。大人，那皇上那边，等一旦确认剑之是扎布泰所有，届时我会禀告皇上。顶动！哎，师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可是跟那点轿子来的？对啊，从郡王府出来的。那就是少福晋没错了。告诉大人，有我在这儿呢。不是你？你这眼神什么意思啊？师爷就不能盯梢啊？不是，是大人让你在这蹲着的。啊，我懂了，
我们大伙儿都忙着，就属你最闲嘛。大人总得给你找点事儿做。这样，我把这个地方交给你，我回去休息一下，怎么样？不，那个不行。大人这是器重你，哎，你就在这看着，但记住啊，千万别露馅了。我先走了啊，嘿嘿，慢走。阿玛，这么晚了找我来，有什么事？兰若，何长生是怎么死的？说是淹死的。我知道是淹死的。我问你，是谁把他淹死的？这我怎么知道呢？施世伦说了，何长生是生前落水，根本没有挣扎。这也就是说，他是酒后睡着，落入水中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有人看见他生前曾进过你的房间。谁？是谁看到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他吃了凝神散？那日你到我府里拿了凝神散，是不是这个目的？是不是啊？不错，是我给他喝了酒，吃了凝神散，再把他推下水的。原本我想等他睡死过去，再推他下水道，没想到他自己昏昏沉沉的就走到了水道边，我就顺势把他推了下去。兰若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呀？长生知道的太多了，他非死不可。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勾当。当初你非要把他留在王府，而如今你非要让他死。我问你，兰若，你和这个何长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会留下他，只是因为他知道了尔琪的秘密。尔琪的秘密？尔琪会有什么秘密？尔琪他根本不是福晋亲生的，他根本就不是王氏的血脉，是奶娘有了他自己的儿子，换了福晋的女儿。长生的娘就是知道了这件事，所以被奶娘给害死的。阿玛，要是长生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嫁的就不是个王爷，是什么出身不知道，什么时候会给人抖出来也不知道。我留下长生，为的就是要调查清楚这件事。可是他早已不听我的使唤，他和奶娘有仇，又贪恋苏玲，迟早会说出真相。阿玛，我不能让他说出来。这事一旦传开，我还有什么脸做人呢？我是应该守着这个假王爷过日子，还是回娘家等老死？阿玛，我不能让人家这么耍我。我不杀他，难道等他来毁了我吗？胡说，简直是胡说！怎么可能的事情？尔琪长得这么像王爷？阿玛，谁来做王爷？只要爱动刀动枪，你都会说他像老王爷。你仔细想想，他哪里像老王爷？真的像吗？原本
我也没这么在乎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只要他对我好，假的也是真的。兰若呀，你既然这么想，那就要……可是他竟然糟蹋我！阿玛，儿媳她真的太可恶了。自从成亲起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圆过房。他心里始终只有苏玲那个丫头，不管是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样样都比我强。现在她怀孕了，她更是寸步不离地守着，连福晋都当她是宝。阿玛，长生说苏玲就是福晋的亲生女儿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福晋他虽然嘴上不认，可他心里已经认了。要是他再生出个儿子，就算我是正室又怎么样？他们里里外外都是一家人，我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。这样子我要怎么过日子啊？阿玛，我根本就像废人一样。兰若呀，当初阿玛就不答应这门亲事，可你就是固执，非要……不要说了，当初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丢不起这个脸，现在我更丢不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贱人的。兰若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苏玲的命！什么人？谁？哦，下去吧。是。阿玛，是什么人？抓住了吗？很可能是施世伦派来的人，真不知道那个人听到咱们的话有多少。阿玛，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府尹？兰若，阿玛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去招惹那个施世伦。施世伦若不是看着阿玛跟他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早就把你传到顺天府问话了。哼，他凭什么传我去问话？何长生死之前去过你的房间，就是施世伦告诉我的。就算他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不承认，他也奈何不了我。兰若，也许施世伦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所以没有动作。一旦有了确凿的证据，就连你姐姐也保护不了你啊！那就让他来好了。我堂堂一个郡王府福晋，难道收拾一个奴才还不成？兰若，何长生死了也就算了，二秦的事情不管真假，以后不许再提。至于那个丫头，由她去吧。不，什么事我都可以忍，就这事儿不行。要是尔琪不低头，我就跟他没完。够了，兰若，死了一个下人没什么，麻烦的是丧宝。别再给为父添麻烦了，让阿玛好好想想，万一事情闹得不可开交，我总得想个办法让太后保护你呀。真是少福晋做的吗？他全都承认了。可最让我奇怪的是，当时我故意暴露了自己的行踪，
可是这个扎布泰却没有让他的属下全力追赶。他们父女俩除了谈到何长生，还说到别的事儿了吗？那倒没有。那就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认真追赶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坏不了事儿。这还不算坏事，一旦上了膛，人证画押，他赖得掉吗？上膛？堂堂郡王福晋是你传就能传的吗？白杨不是什么都听到了吗？偷听能当证据啊？哎呀，郡王福晋说自家的奴才因为偷窃或者意图侵犯主子，就是打死他你也不能说他错。何长生偷窃侵犯主子，这谁信啊？但少福晋这么说，你能怎么办？哎呀，他不一定有这个脑子。再说了，少福晋真的来了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送他走。大人，其实现在这个少福晋上不上堂已经不重要了，眼前最重要的是阻止他对付苏玲。他现在对苏玲那是恨之入骨。你想，他能先杀了何长生，那下一步肯定要对付苏玲。如果咱们行动慢了，那这个苏玲势必要遭殃。我对苏玲姑娘是有歉疚的，而对何长生更是负愧于心。他们母子的冤死，我一定给个明确的交代。关于何长生溺毙一事，有些许疑点，下官呢想请教少福晋，打扰之处还请福晋见谅啊。施大人好说，既是公干，理应配合。施世伦，我额娘看你薄有官声，给你方便，你可别真把郡王府当做你的顺天府，想来就来。不过就是死个奴才，有必要3天2头的来问吗？少福晋教训的是啊，若非必要，下官绝不知打扰少福晋。有话快说。是，请问少福晋，据贵府总管证实，何长生溺毙当夜，最后看到他的人是少福晋。不知少福晋可曾记得何长生有什么异于往常之处？没有。哦，没有啊。我是说，我没有见过他。总管，奴才在。你见到什么？敢胡说八道？总管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是，奴才看到长生给少福晋送酒菜。满口胡言！那晚我早早就歇着了，几时吃过什么酒菜？小莲，是。那晚的情形说给他们听听。那晚格格说不舒服，晚饭没用就歇下了。听到了？都听到了？施世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过就是听了一个奴才胡说八道，就敢来找我问话，你有几品前程？经得起你这样放肆？懒弱，休得无礼。既然施大人有疑问，实话实说啊。哼，笑话！他有疑问是他的事，这长生是我府里的奴才，别说是淹死，就算是让我给打死，也是我府里的自家事，关他施世伦什么事？你顺天府未免也管得太宽了。哼，懒弱。施世伦，我指引你一条明路，你不如把我抓进你的顺天府问话，慢慢的问个够。要是问不过瘾，还可以用用刑。我怕痛，说不定就照着你的意思回话了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这么做。少福晋，严重了。掂掂你的分量吧。哼。
你们都出去。你也下去吧。兰若，现在屋子里只有我们婆媳二人，说话就不用避讳。我知道你刚才在施世伦面前没有说实话，但是你说的对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外人没有必要过问。你现在老实告诉我，长生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与我无关。兰若，额娘，怎么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巴不得这事儿跟我有关，是吧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额娘，您若是想听实话，我就说给你听。这个何长生指天指地的说尔琪不是您的亲生儿子，而且不只是说，还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没问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不过我将他训斥了一顿，或许是他被我骂了，心情不好，喝了点酒，喝多了不小心掉下水。应该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些也该对施世伦明说吗？事无不可对人言。额娘，你别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真的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王爷，也是为了王府好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额娘，尔琪他怎么待我，又怎么待苏玲，你心里一清二楚。我是能受得了委屈的主吗？可你们母子一点都没有把我当回事。何长生的话我是相信的，若是尔琪他的血统不正，那他和一个下贱丫头生的孩子就不可能载入宗人府。放肆！不过要是我兰若生的孩子，兴许太后还能接受。你兰若是这么跟额娘说的啊？奴才在门外听的是一字不漏啊。知道了，以后多注意少福晋的动作。这。他这是明着威胁我娘。儿妻，长生说的你别当真，额娘也是不信的，别生气啊。好，我不生气，我已经对他百般容忍。现在仅凭总管的证词，施世伦也拿他没办法，兴许还吃他的亏。过不了几天，他就会拿出太后和静嫔娘娘来说事。施大人他会怎么样？他可是一个好官呢。看来，不拿掉一些兰若的后台，王府将不得安宁。如你所料，扎布泰2度进出库房，剑支现在有82支，还差1支。谢王爷。施大人，你是不是很意外，本王会帮你调查？确实意外，我以为王爷不会管这件事情。本来不会管，但兰若做得太过分了。本王欠你的人情，现在已经还了。日后若再有牵连，你我都不必手下留情。有时候明明知道真相就在眼前，却不能触碰。想必施大人也有这种苦衷吧？
确实如此，王爷指教的是。太后懿旨到，施世伦接旨。哼，来的倒真快呀！施世伦，你小心应付。听说静嫔娘娘已经病倒了。下官谢王爷关切。臣恭请太后圣安，太后启享。施世伦，最近你这顺天府倒是挺威风的呀。微臣不敢。哼哼，你仗着皇上给你撑腰，这大清皇室的人，你是见一个审一个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微臣惶恐，不知太后所指何事啊？哼哼，少在那儿装模作样的。施世伦，微臣在。你说这兰若杀了奴才，可有实据？仍在查证。那就是没有了。臣回太后，现正循线查证。少在那儿拐弯抹角的，没有实据就是没有。目前，施世伦，太后办案需费时查证，臣请会命郡王少府进排除疑点，是正常的办案程序。臣不知哪里做错，请太后明示。好一张刁口！你虽未明说，但是你含沙射影，就说兰若已杀人了。你的人在郡王府来来去去，静嫔吓得都已经生病了，兰若窝囊都不敢出门了。你瞎了他们的脸，你这叫办案吗？啊，你就这样给皇上办事情吗？微臣惶恐。我真不知道，皇上怎么能够忍受你这个德行？微臣，施世伦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兰若是郡王府福晋，就算他犯了错，由哀家来整治他，用不着你来啰嗦。微臣不敢。哀家就当你是不敢，以后不许你再去打扰他了，听见没？哦，石大人，请留步。石大人，你我多年老友，非要闹成这样吗？将军见谅，我只是公事公办。郡王府死的那个管事，尔齐和福晋都不再追究，你就不能把他当作醉酒失足落水而结案吗？非要闹成这个样子，让尔齐和兰若都很难看。何长生的生母死于非命，案子还没侦破，何长生又再丧命，且疑点诸多，我怎能草率的结案？死者又岂能瞑目啊？石大人，看来你是非要跟我过不去了。将军，兵部库房里只有82支箭，少的那支现在顺天府，也是当时你没有拿走的那支。你什么意思？剑知的是，我打算擒获藏宝，行刺的前因后果查证确凿后再禀报皇上。但藏宝行刺皇上的剑知是来自镇国公府吧？我给将军3天时间，仔细琢磨如何向皇上回话。石大人，你这是在威胁我。将军，我顾念旧情，知情不报已是徇私了，让将军自行请罪，也是劝你我多年的情谊。将军可知藏宝的犯行啊？本官不知。我信得过你。听说你也在寻找藏宝的下落，若有消息还请告知。
这是为将军好，也是为镇国公府好。大人，你觉得他真会向皇上认罪吗？如果他聪明，就该这么做。他要是聪明，怎么会等在这儿警告你呢？不是警告吧，应该算是提醒。提醒本府应该办正事了。京城四处，我几乎可以用天罗地网来形容。一天3班的搜索，凡是藏人之处无一例外，可就是不见藏宝的行踪。大人，这个藏宝应该就在京城，没有离开。搜捕的这么急切，以他对我的恨意，逼也该把他逼出来。青姨，要不要你先休息一下，等养足了精神再去找人？我哪受得着啊？大哥，那太后怎么说？太后说呀，施世伦，从今儿起，不许再打扰兰若格格。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大人，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像是邵福晋一个人做的，肯定有共犯。你是说福晋？对，福晋，要不就是奶娘，再不就是他俩一起。你们想想，如果他们不是共犯，大人去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会使眼色？还有，大人再去找邵福晋的时候，福晋的大公无私，有些矫情，肯定是做出来的。没错，这是他自己的儿媳妇儿，他就一点都不维护，这不合常理啊！何长生母子死于非命，我明知道是枉死，却不能为他们伸冤。我作为父母官，愧对百姓，有负职守。嚯！大人，这个时候你还有空拿我消遣呢？对不起啊，没丢着你吧？大人的这支笔，笔头长硕丰满，笔锋光润，色如霜雪，制作看似简单，却不失精细啊。没想到你对这个笔还挺有研究的啊，师爷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那是啊，我的外祖可是江南的制笔大家，以前我娘常带我回去，我单看2眼就知道这笔的好坏。哼，对呀，外祖。是啊，外祖。为什么不查他外祖呢？大人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丁忠，啊，去叫陈烨来，让他再去一趟江南，查他奶娘的外祖是干什么的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大人，藏宝有下落了。在哪儿？步军营的一个把总在路上遇到一个右腿跛了的疑似藏宝的人，上前盘问，结果打起来了。这个把总也受了伤，但还是来向大人报信，现在班房等候着。快走！步军王伟见过大人。王马总有伤，不必多礼，坐下说话。谢大人。王马总，你是在哪里见到的藏宝？当时情况如何呀？啊，回大人话，我在东四街口见到一个络腮胡、右腿有些跛的男子，在铁铺对街张望，很是怪异，和大人传发要求各处携拿的藏宝很像，便上前盘问，但我只问了他的名字，他转身就跑，我就追上去，扭打起来。请问王马总，以藏宝的轻功，他若跑，你能马上追得上？啊，他好像有伤，我和他动手的时候，还看到手臂上有大片擦伤，血肉模糊的。莫不是被火烧伤的？有可能。王马总，你们动手以后，接下来如何了？
他虽有伤，但我却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假装被他打伤，倒在地上。等他离开后，赶紧跟上，看他去了哪里。王马总好心计啊！哎，技不如人，只有出此下策。王马总可看清藏宝后来去了哪里啊？他在西大街拐进横山胡同，我看他进了一家豆腐店。我去。杜康，哎，青衣，干什么？想要他的命，就规矩待着。藏宝，见过石大人。藏宝，你好大的胆！哼，贱命一条，有本事就拿去。藏宝，这里是顺天府，你逃不出去的，把人给我放开！逃？也要你们恭送爷出去。你和我们说了半天的话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松懈下来。你想要什么？施世伦，今天我只要你难看，让你知道，任凭你有通天的本事，我照样能在你眼皮底下犯案。五毒散，1个时辰之内不解，柳青衣就得去见阎王。在这期间，别让我看到一个顺天府的人。让他走。施世伦，只要你能拿下我，所有的罪状我都认。大人，他不会要青衣的命，他要等1个时辰是什么意思呢？施大人，荣大人，找到了吗？白师爷还没回来。怎么样？荣大人那儿有消息吗？大人，他为什么要1个时辰啊？夹带1个人，不用车马，1个时辰，最快也只能走到这儿啊！我请步军营支持，在这个范围内掘地3尺的搜，生要见人，死。荣大人会找到的。这样，还是我负责东，你负责西，杜康和丁忠负责南北，咱们以烟火为号。好。青衣呀，你要真有什么不测，大可怎么对得起你爹呀？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？软筋散，封了你2处大穴，省点精神，少说话。你现在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。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软筋散的药效最多持续3天，3天之内，施世伦要是还没找到这儿，我就宰了你喂狗。为什么？泄恨。施世伦这会儿肯定急坏了，想到就好笑。明知道犯人是谁，但抓不到，又找不到，更开不了膛，多有意思啊！你不会得逞的，我大哥不会受你的胁迫的。这次会的，刘青衣。就算施世伦这次狠了心要牺牲你，他身边那个师爷也不会同意的。他
杀了施世伦的师爷，冒名顶替，施世伦还包庇他，肯定有什么把柄落在这个人手上。白杨不是赵晴天杀的，赵晴天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哦，这个人叫赵晴天，身手极好，应该是好人物。什么出身？你好大个胆子！施世伦正铺天盖地的拿你，你居然跑到了这里！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滚！侍郎大人，镇静点。施世伦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来兵部找你。坐下说话，我赶时间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施世伦是捉拿我，你却是派人追杀我。我们好好说会儿话，说完我就走。你要是惊动别人，我逃得掉的，你就很难对人解释了。我不怪你想要我的命，换了我也会这么做。我是死刑逃犯，亡命天涯。不管你之前什么原因收留我，这都是恩情，所以咱们两清。那几支箭的事，我没想到施世伦会那么快查到你身上。拖你下水，我觉得不好意思。哼，你说的倒轻巧，这岂是拖下水这么简单的事儿吗？你不要忘了，刺杀皇上那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呀！你真是个混账东西！哼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恩怨分明。我给你找了麻烦，自会还你到保命符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涉嫌行刺当今，固然是灭门重罪，但施世伦窝藏侵犯，欺瞒皇上，也是要抄家的。施世伦的师爷不是白杨，他叫赵晴天，此人应该有重大案底，你去查清楚。你就拿这个秘密和施世伦交换。且慢，告诉兰若，安分地做他的正式福晋，不要为难苏玲。这是劝告，也是警告。藏宝和那个丫头，藏宝是这么说的。阿玛以为你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。我也不清楚。怪了，这个藏宝为什么这么护着苏玲呢？藏宝是个死刑犯，要是跟苏玲有所牵连的话，那可就太有意思了。阿玛，兰若，我警告你，你离那个丫头远一点，不许动她。为什么？阿玛虽然不知道藏宝跟那个丫头是什么关系，但是阿玛清楚，藏宝是个亡命徒，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他说他要保护好她。我不管他们是什么关系，总之我容不下那丫头，有我就没她。混账！阿玛，你竟然为那个贱丫头打我！兰若呀，你和阿玛都有事犯在施世伦的手里，阿玛正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。算阿玛求你，希望你以后别再找麻烦了。至于那个丫头的事情，以后再说。
这是苏玲，我的妻子，别妄想和我作对，这也是你的命。我不跟这女人一屋子说话。我把话搁着，有谁再敢使唤苏玲，我就让他永远也别想再使唤人。你真是令人厌恶。